Hello，大家好，我是龚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今天呢是周末，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尽量说的简短一些。先来说一下，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比特币的行情啊。那在过去几天呢，比特币是迎来了一波暴跌，而且这一次暴跌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Luna 它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币圈的一个崩盘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币都已经跌了30-40%，那有一些已经基本上腰斩或者是膝盖斩，整个这个感觉呢，跟去年的519是很像的。519的时候是从3万跌到了2万9还是2万8，2万9吧，应该是2万8千多这样子，就是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像的。那我们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呢，就是在这个下跌之前呢，我们也是在半个月前就把我们用了差不多1个多月的一个上升通道，应该是2个月的一个上升通道，改成了一个下降的斐波那契通道。那这个通道也非常好的给了我们一些点位的建议啊，比如说大家看这个黄圈的位置，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我在上一次讲行情视频的时候跟大家说，在这种位置是一个开空的好位置，就 0.618 是一个开空的好位置。那到今天我们再来看的话，也会发现整个这一段的这个趋势呢，可以说是大概率的是都抓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斐波那契下降通道的1的位置，就是下面这根线啊，下面这一根白色的线，这个1的位置呢是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了。这很多天我一直没有更新行情的视频，也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想要今天无论如何讲一下我对这个行情的一个观点吧。那它跌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在1轴这里其实是有挣扎一段时间的，这个1轴呢也是很好的一个开仓的位置，但是怎么说呢，就它已经很接近于临界点了。我们可以看到随后它是一段加速，我们再看4小时图啊，一段加速，在大概1天之内呢，它是到了26这个是Bybit 的这是 BTC USD 的行情，它是到了25300的这样一个低位，也是扎了很长的一个针啊。那这个针呢，我想重点讲一下，就是这个针呢，它其实是偏一个多头的一个针的。这个多头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个4小时呢，其实这个量呢是还不错的。我们如果去看回这个BTC USDT 也就是现货，币安，这是币安现货的图啊，我们看到这个4小时的这个量呢，其实也是很大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量。那我们换回来这个 Bybit 的 BTC 啊，Bybit 的这个量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小时其实多头是有在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抵抗，也就是从25270、25300快速的顶回去，并且在随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就是随后呢比特币价格是从这个低位一路上涨了23%整个这个过程发生也就是在1、2、3、4、5、6，也就是在1天半左右的时间，比特币就上涨了20%多，这是对比特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啊。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仔细看了，这里是重点，仔细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比特币在下跌完，经过了前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的一个空头趋势下来，下跌完之后呢，它多头的量能在随后有所增长，但是不太明显。而重点来了是空头的量能呢，在这个过程中是衰减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剧烈。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空头获利平仓离场。在这段时间是体现的比较明显的非常的明显，可以说之后的一段时间你都可以理解为是空头在逐渐的去平仓。空头平仓不是说每一个交易员每个操盘手都是神他能够平在针尖的位置，不可能的，他有可能是在跌下来以后 OK， 这就是一个锚点经常我们会说什么刻舟求剑其实没有关系就是这是一个锚点，在这个锚点之后呢，一个交易员或者是一个大家喜欢说庄家机构操盘手，他就会在这样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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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位置，他就会去把他的多单平仓
就是这样子的，它就会分批去平一点一点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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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赚一点没关系，这对于他来说全部都是盈利。从上面跌下来，我们就假设它是从42000这一段跌下来吧，它的整个收益有40%，那它无论加多少倍杠杆，它都是收益非常非常丰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OK， 那回到这个行情，我们回到刚刚量讲了一下，刚刚我先再重复一遍这个量呢告诉我们就是多头在有尝试的去反击并还没有放量，但是呢有看到它没有动作，而空头呢是缩量非常的剧烈，也就是有一种打完了我要开始休息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目前我们在不调整这个通道情况下呢，我会认为它还会有反弹它还会有反弹，也就是说它还会可能在这样子慢慢走，然后它又上去。这个点位呢，目前我不认为它有效了，这个 1.618 的位置我不认为它非常的有效。一会呢我再把这个通道图形稍微的拓展一下，就是我认为它会有反弹，它有可能会反弹到比如说306像这一段反弹已经很准确了，到了这个1的位置，对吧？到1的位置也就到31000左右，31000，然后我认为它还会再回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量能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我说的还会再回去，是我认为会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而它会到1的位置就停，还是说它还会再继续往上，我们就要看这个随后一段时间量能的变化。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通道的图形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通道的0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往下拉，我们拉到这一段的一个针尖的位置，看看它有没有效我们要验证它，就我们根据自然交易理论去验证它，看它有没有效。目前来看我们先把这些很花的圈圈全部都删掉，把这些圈圈我们都删掉。我目测来看呢，它的准确性还不错还可以。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到了这个位置那这么来看的话，像这种位置 0.5 的位置，然后再到现在它整个一个震荡的 0.618 的一个范围，目前来看都还不错。所以我会像这一段 0.236 我觉得也不错，这一段稍微差一点，这一段还可以吧，这一段也是还可以，就不算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新的斐波那契下降通道，但是也还可以用。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大概预估也许呢这个 0.618 我觉得它下到来这个 0.786 的位置可能性不是那么的大，就是到27000的这个位置可能性不是那么的大，但它有可能会一直围绕在29500的上下，29400、29500上下去进行一个震荡这样子，一个震荡这样子。然后还是回归之前那个观点，刚刚说的观点就是我们随后是要看一下我认为它有可能会回去这个就反弹回30、306、304这样子吧，304、306、307306、307就大概1%的一个误差范围，我认为它还是很大概率会回去的。然后随后怎么走，我们就再拭目以待了。OK，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说到这里，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另外也特别强调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的Twitter，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没有时间去录视频，所以我就在 Twitter 上面其实是有分享一些我认为还蛮有价值的，包括比如说做空的一些入场时机，甚至是做多的一个入场时机，就我有在底部开多单就是真的在非常针尖的底部开多单，但是因为止损被打掉了，不过虽然有点可惜但是没办法，就交易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设止损的话，也有可能会被这种针给扎爆，就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大家可以多关注我 Twitter， 然后呢另外就是我的课程也是事隔半年后马上就要重新去开了，有很多人真的是很多人，几十个人吧，来私信我问我说课怎么报名什么的，我一个个回答真的有点辛苦，这里我就在视频里说一下，大家就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链接在视频下方，然后去社区里面去 Discord 里面去找有才 Linda，她是我的助理然后你跟他说要报课，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子做了。OK， 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谢谢，拜拜，祝周末愉快。